前面熬了那么多集，终于轮到我上场啦！哎，等什么？我等很久了，今天没有提示啊？阿美大哥，为什么你今天在这边？就是把提示交给你啊，还有呢，跟你学习去拜访一些家人。所以你是要取代我的是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不介意啊。素 ，OK， 他吃素的对， ，OK， 然后呢，哦，包在我身上，来，你的身上，你的，不用那么客气，你的，也可以 ，yes。我是 Grace， 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现在的厨房是乱啊，但是我拿东西是很方便的。我希望我新的厨房能够让我很快乐的下厨，然后能够招待我的亲戚朋友到厨房来享用美食。哦，你什么都要讲哦。请问主人在吗？1号。你好，你好，热烈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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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来，哇 ，OK。现在感觉其实还蛮舒服的，因为采光好，然后蛮凉快，也没有很脏的感觉，所以你很幸运哎。我跟你讲了，我觉得我正在说，我觉得这个整个地方真的是很平静。那你平时在家里会做些什么呢？我平时在家会煮3餐给孩子吃，我们是吃常素的了，所以自己煮比较健康。那你的工作呢？你工我作是？的工作是修复佛像，像佛像有破损或者要贴金或者要画，这是我的专业了。那还蛮厉害的哦。可是今天重点不是要看客厅，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厨房。对对，我的厨房太多东西了。哦，真的吗？有没有比这边多？这是我的厨房。哦，不错啦，我觉得已经很好啦，真的。没有吓到我，真的还蛮好的。真的。原来汉伟大哥，你的工作是那么轻松的。我第一次跟你一起来拜访屋主，真的是非常轻松，难怪你不要我跟着你来。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厨房了。是，OK， 不算，不应该讲整齐，应该讲比较少东西的。但是我觉得我一进来碰到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了哈，来，请南开一下。我注意到一样东西哦，这个门本来已经很窄了，然后你这边又放一个橱在那边，你阻碍你自己的一个位置。是。然后我又无意中发现到你在冰箱的时候，这边你放了这些橱，然后你开的时候也会阻碍你，然后这边也有橱，又不能够开。这个橱是今年才买的啦，因为本来这边是没有橱，是那个木架子放在这边，那东西放得很乱，我才买这个橱了，把那个东西整理好。整理，打开看整齐。然后 OK， 来我们看一下里头有什么。算整齐 ，OK， 这个算整齐 ，OK， ，OK， 还好啦。这个有点乱。这个没有办法整理。什么没有办法？你看我就有办法。哦，你要跟你请教。教人你不可以讲这样子 OK 的。什么叫整齐？整齐是真的是每个东西的排列，或者你要懂得怎么样分类。分类啊，这个我们改天会请专家，我们说达人来教你。好的。然后这个厨房位置也不是很宽，你又做了一个 L 型，多出了这个位置，就多余啊。其实不如就做长一点，还是给它挪去那边，让它整个长形这里就对不对？就不用多出一个。因为现在它凸出来，你着陆的时候，你看空间也是变得更小。对呀，因为你个子小，可能也觉得没有阻碍，但是在视觉上面，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错的。然后就上面有很多，一眼看过去很会煮，自己煮很方便嘛，想吃什么就煮来吃了，东西材料都很齐全，想吃就煮了。哦，那你通常也是煮给你的孩子？当然呢，3餐4餐都煮。他们想吃我就煮，我眼睛一张开我就跑来厨房了，然后就煮开水。睡不下，直接睡，睡醒起来。可以，因为这里空间已经不大了，它没有地方煮。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你一早起来，第一样刷了牙，第一步要走进来就是厨房。对。我爱煮是孩子的爸爸去世之后，我们不能够一直在外面用餐了，所以我就得要努力的学煮，把自己的烹饪技术做得更好，让孩子喜欢吃我煮的东西，就这样学起来的。所以说这里根本没有位置给你做你要做的早餐嘛，对不对？对，所以全部东西都在那边做的。对。
做早餐都在这张在这张桌子，我把这个移开这。么小的位置做3个人的早餐，你哇，你真的是厉害哦。所以这里除了做早餐、午餐、晚餐、甜点，什么东西都在这个小小位置做。我用那个凳子，然后把这个锅放在凳子上，不容易哦然后我用这个来揉面粉，做包的面粉。所以你做包你是从头开始做的。对对对，所以今天包在我身上是因为 Grace 是有做包的。你不止做面包，你还做包啊？对对哇，那很厉害。所以叫做这个包在我身上是这个意思。对，不是我，是他，是重不点。要推哦。所以基本上你用这个来搓面粉，是很难搓，通常需要张比较好的桌子搓嘛。我只好变通了，你不是变通，本来是有，是你自己浪费了那个位置。其实我觉得这个屋主呢，虽然他的家厨房看起来不是很乱，但是他跟其他的屋主有同样的通病，就是喜欢收东西。我看到这个前面比较更有趣，这是拖鞋啊哎，。这是什么的？这是运动的，穿的这个很好的，它能够调我们的脊椎骨，怎么穿？就这样哎呀，你的穿上去了。脊椎骨不好了，你不要穿了。等一下，我要试看。对这样穿。对，对另外要对站稳啊，所以你要站很稳，所以是，这样稳，所以是，这样稳，所以是，这样稳，你要站稳一点，你做个看。是你的 balance 啊，你的平衡感，对咯。它是你穿上去哦。对对对，你要站住这样。站直，对对。然后你看它整个背就很直。对。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帮忙啊，你没有很多余了，至少要教会我怎么用那个鞋子喽。他还是有一些常识是年轻人懂我不懂的咯。不错哦，其实我发现你不止煮的食物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然后你也懂得保健呢。健康第一咯。哇，你现在你照顾家人照顾得应该相当好的不？是哦，厉害，我不懂这个功能在这里。而且我觉得你说到健康啊，我看到你旁边这边种的这些植物应该是有全部都是可以吃功能的，有一些营养功能的，对吗？真的吗？你过去周末你不要乱宰人家的。他说可以吃吗？这个什么？这个可以吃的，给他吃。没有吃对，这真的是这个有一点苦哦。很苦，对。这是吃什么的？我不懂，我乱给他吃。吐出来。这能够清我们的血管，我们是健康，对对。要不要吃多点？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对是吗？讲得好，讲。这里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吃的。都可以吃的。哦，怎么样去找这些植物来种呢？你是听谁讲，还是你自己我去？听长辈教的，一些老人家他们有种草药，然后我就跟他们带一些短短的苗回来插了就活了，很容易种的。其实这个位置其实挺小的，它有种，但是有点乱。还有多一个问题，你这边有一个 radio，你通常早上起来会每天听 radio。听958。我们的忠实听众啊。是。OK， 好，现在来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你觉得你对这个厨房有什么功能上的要求？你希望能够有什么功能？给我一个可以很舒服的做菜、做美食的一个空间。OK， 好。第二呢？我也希望有一个可以给我洗了衣服很方便晾衣服的空间。还有呢？有很方便的一一个听 radio 的一个空间呐，一个空间摆放 radio， 哇，那个很重要，你的要求很高啊。还有呢？不错。可以给我很方便我种花、种草药、种菜的一个设计。这个功能还有呢？储藏，因为我这里没有储藏室嘛，我希望有一些很好的储藏柜给我储藏东西啊，还有雪柜啊，雪柜要这样大的了。冰箱非常重要，还有呢？冰箱，不用家人一起吃饭吗？要。所以说一个地方给你一起吃饭，7样功能，还有呢？对。还有你说你早上要做面团，你不可能一直用这个锅吗？我对。我基本上就8样功能，怎么样？可以包在你身上吗？没有，我们包在 designer 的身上，还有收纳达人身上，包在你们身上了，加油！谢谢。他们，你看过他厨房，觉得最大问题在哪里？我觉得 Grace 的厨房呢很有烟火气，所以在小小的空间里头呢放满了很多厨具和食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我们加减乘除呢，就是让他拥有一个很舒服的煮菜的小天地。那这样呢就包在你身上。OK 了，一起来，来，坐了。我是 Samuel， 结合不同的风格元素，为顾客打造理想的生活空间，是我的设计理念。给 Samuel 看一下。Grace， 我们找了 Samuel 的救星来帮你了。这个厨房第一个感觉怎么样 ？OK， 感觉上它摆设家居的位置，导致地方有点狭窄。它摆了很多这些不必要橱柜顶这个的门，对人小小的也。还好你不胖你胖你就不用来做这个。而且不只是这样，你看它的桌子这个也是 L 型的，有点特别啦。走的时候也是挡到很多位置。摆设那些
食物的归纳一定会有点问题，因为它煮饭区在前面，这里都是那些摆放食物的地方，所以他要拿调料之类的时候来，他要走这边拿了东西再走过去，所以感觉不是说很方便。它的橱柜本身也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之前下面这边是旧款的橱柜，他们是 for display 用的，上面是收纳空间，可是导致说改次他要放东西的时候，他要爬到很高才可以放的东西，对所以有点危险。重点是那个采光，我带你来看，这个是一个问题。咱们过来看哦，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采光，一个小小的窗口，要用很多植物遮住，就是所以这个就造成整个厨房特别暗。因为我看到这里的植物，它的摆放在一个不对的位置，所以我感觉上如果它放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采光就会比较足，看起来没有什么潮湿。你真的要照顾好它植物，它植物是它宝贝来的，对一定要给一个植物种植物的地方非常重要其。实他还有其他的需求，就比如他这个收音机，他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呢听音乐，不只是这样，还有那里，因为他每天早上呢也会做面团，还有煮饭的地方哦，所以你觉得 OK 吗？可以容纳在这里吗？我会想办法把全部的东西融入在设计。所以因为这个厨房的位置已经不大，所以那个桌面也是很重要，就是考你的，不容易哦。交给你哈。最重要的有信心吧？有信心啊！那 Grace 交给他好不好？当然哦 OK， 加油！给你了。我是欧阳浩山，收纳是一门整理生活的艺术，把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是我的使命。欢迎山，我觉得 Grace 哦，她的东西又像整齐，又好像不整齐。对，然后你形容她好像，我觉得这个方式大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可是我们这些外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很乱，可是你问他这样东西在哪里，他就直接来是吗在这里，他拿出来。考他。现在比如说你要冬菇摆在哪里？哦，在这里。你看，还真的知道哎。OK， 好，来。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从功能开始啦。所以 Grace， 你在这里要做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活动？我会煮饭啦，然后洗衣服就是那烘干衣服，有时候在这里休息啦，我会听在这边休息。是，因为我去到可以休息嘛。他有一个 radio 在那边对，他的收音机。哇，不重点是他听歌的时候，他有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种植他的盆栽。是。所以我看到哦，其实他这边的东西都好像似乎都有符合到这个功能，对吗？绝对有。如果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有在使用的话，我们可以以家里人口还有面积来决定所要留下的数量。如果物品有超过家里可以容纳的程度呢，我们就要留下一些更常用和更需要的物品。首先，我觉得必须要把这个厨先搬出去，我觉得这个太阻碍了。好，来打开看看。Grace 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干粮吗？其实我每个星期都会用到。虽然我发现到很多家庭主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永远都是把那个买的东西的袋子丢掉，然后装在另外一个袋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期。对，其实我们可以用密封袋，就是把它收好，然后在密封袋外面呢，就是写一个节字。还有哦，你没有注意到，有时候食品袋里面哦，它是有一个干燥剂在里面的。可是我们开封了之后，干燥剂就没有用了。其实干燥剂可以重新使用。重点我这样转过去看哦，我是觉得很凌乱的。这个环节是我跟山最喜欢的，就是要留跟丢，就是要筛选。来，我们筛选啊。截止，因为这个已经过了有效因为最近没有煮咖喱。就浪费了哈，这过期的我们不用考虑了啊。丢哇！这个是去年就过期了。哎呦，我没有想到你家里竟然有东西过期的东西哦。来，好，我们看一下。又再找到一样东西是过期的，2023年。这个我丢了啊，不用说啦，丢。这个是2021，它就过期了，所以其实已经过期了3年。我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过期的，除了时间呢。是，对吗？海带还有汉伟大哥。是啊，永远那么年轻。所以你看，海带不会坏的。但是我给山，这个是家庭主妇的一个错误观念，就觉得就算是这边写过期10年的海带是不会过期，正确的想法吗？
不对，哦对呀，因为东西还是会过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哈，其实我们在这边都是汗流浃背，所以潮湿，它的潮气非常重。一潮湿，它里面的细菌是很可怕的，甚至有致癌的。真的有时候不要省这个钱。我真的坚持反对把过期的食物留在家里，这是不对的想法。你一定要学习。OK，在收纳食品时，我们要确保东西方便拿取，并且定期检查过期日期，这样才不会因为食品过期变质而造成浪费。有一些没有有效日期。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后你买东西的时候，只要没有写过期日期，不要买。不要买哦买那些有写日期的是最安全的，对不对？这个你要听进去很重要。所以这一包，请问一下，我们该不该留？既然不知道什么过期，分分钟已经10年了，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应该留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你还是没有学到我讲的东西。OK， 我们回家。当然，身为一名家庭主妇，虽然没有那个过期的标签，但是她坚持觉得没有过期，说她想要省钱，这个是我了解的。但是我还是为我的坚持，不允许，我绝对不允许。因为我为了保护他们，我坚持把它丢掉。所以这些如果没有过期的日期，我直接丢了啊。这包不可以，这个是买不到了，这个是那个紫菜，为什么买不到？紫菜怎么可能因为这买不到呢是？长方形的，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分别？这是中国来的，那这边有多一个，这个有什么分别？这是圆形的紫菜。而且你看这个也是2017，都不懂它是2017过期还是什么了，已经是过期，对吗？ 2017，可是不是2017年买的嘞，这个是最近买的嘞。我就算不是过期了，我给你2017年制造了，哦离开现在多少年了？你敢吃啊？哦他会讲这是有机的紫菜我。管它有鸡有鸭，总之是不可以，我不可以，我不可以讲了。 OK， 很好。还有很多紫菜。哦，好了，我觉得今天最难的地方呢，不在于整理整个厨房，而是要改变 Grace 的想法，因为呢，她有自己的主见，而且呢，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要改变的话呢，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OK， 好，所以这整个箱 ，Grace， 你懂得怎么处理，对不对？交给你啊。这里乱七八糟的，你看有一些饮料的啦，等下又掺些药啦，随便 snack 来有水棍、有刀叉一大堆，哇，这边是乱七八糟，我都不懂你怎么拿东西的。你看这边为什么放一包米？为什么这边有一包米？等一下我会放回去。放哪里？你的米是放哪里？放这里米啊。哦，有，真的有蛮多因为几包了。今天没有煮，我就放回去。拿出来看看3包了，这边很多为什么这样多不同的米？还有很多哎，还有3、4包、5包、6包、7包这边。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米全部开了？这个米开了之后，本来就是要倒在那个米箱，因为那个米箱现在还没有满，里面是掺的米。你看，因为我是把不同的米混合在一起，有人这能样子够得到不同的营养。对。你没有看到这个米？这个米里面哈有那个虫哎，米虫哎。其实米虫我们在洗米的时候已经洗就可掉了以洗掉，可是它是会拉便便的。哦，我们可以洗米虫，可是我们便我们是没有办法洗掉的。咦，这有虫哎。哎呦，不要讲恐怖。有，不要动。现在没有动。看到吗？Oh my god，很多哎！你看到吗？这边也是很多。这个是那种所谓的米虫是吗？对。来到这一块呢，就是我先一样来，我们先从水壶开始，1个、2个，来3个。请问你为什么你需要4个？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从来没用过，因为这是买来做什么？这是朋友送来的。 OK， 好，送的。然后这个也是朋友送的，这就是有一天我不小心掉在地上，这个盖子坏了，只是盖子坏，里面全部没有。所以你留下来这个呢？然后我的儿子就买这个给我煮开水，很好，就买这个。然后这个是保温，合理对吗？一个家里一个煮水，一个保温，2个足够。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应该把好的捐出去。对。如果有点不好，有点危险，还是走电，还是盖坏没有走电，我们可以把它拿去环保，因为它是塑料的，你明白吗？然后至于这2个我们要的，暂时放在这边。好，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请问为什么你有这么多个？1个、2个、3个，而且我这样看一样脏的。哦不，因为这个我又是一样，里面干净，外面肮脏是吗？你要讲这句话是不是？来，你看那个米箱干不干净啊？颜色里面是干净的，是外面，因为我放在地上嘛。就外面很脏的时候，你用你的手这样打开，有时候那肮脏东西也会飞到。我们会洗米吗？米的箱子不要放在地上，因为很油，油烟都会掉在地上。是，对。
所以基本上我这样看啊，其实它没有说好像比如茶叶有几百包什么饮料几百，这些从刚才那边已经学到，就是你懂了哪些过期的不能讲了，对那些能够吃的我们把它收纳好，我们就请小帮手先暂时把这些东西都收在一个留的箱子里面，然后我们需要这个地方来好好看一看你身后这个冰箱才可怕，来，小帮手帮忙。Yes， 桌子呢是清理的，但是一点都不清洁。是证明给你看看，但是是我可怕。明白。再看，随便这样。哦，全部呢油漆，你看，哎呦，为了哈，因为现在我们要做冰箱的，我怎么样都要把这边先抹干净一点，要不然太不卫生了哈。来，哇，噔。哦，其实它里头放的蛮多都是蔬菜，对吗？哇，这个是什么？哦，这里就没有蔬菜，这里都是一些面膜。对，这边有面膜，还有全部喷茶叶，有这个巧克力糖，这是什么？有油。冰箱门那里我们可以放一些对温差比较不敏感的食品，比如说呢糖果、巧克力、酱料，还有饮料。我们已经分类了酱料啦、护肤品啦、小吃啦跟干粮，我们这样分类，哪一些是应该放在冰箱，哪一些不应该？这些呢，其实它的标签上面都有写作 refrigerate after opening， 它就有说你需要冷藏。番茄酱跟这个辣椒酱，我也是有放在冰箱的习惯，请问这样是对的吗？如果你是好像比如说每天都会用的话，你这个放在外面还是 OK 比较好。对，所以我们就针对像这种，不要讲每天用啊，久久用一次，该不该放冰箱 Yes。 ？OK， 那好，对好，这个是你已经学会的，针对酱料跟一些配料。现在我们讲的是干粮。以前爸爸妈妈把干粮放在冰箱是对的，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瓶瓶罐罐是不是密封的？现在市场上面很多密封的罐子，而且我们有食品级的干燥剂哦，所以我们不用就是特意把干粮都放在冰箱里面，尽量就一开始就不要放在冰箱。这个呢，护肤品，我觉得面膜是可以放在冰橱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天气很热，要放的时候比较凉一点嘛，冰冰的比较爽。其实面膜它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是没有的。它这样子已经是密封了。是。你放在冰箱是因为要冷的感觉，对。不代表冷，你的皮肤就更紧，没有这种事情的，对吗？哈。生肉也是啊，盘啊、锅啊，很多啊，哇，对，不用想，给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这边一堆，我们可以做 live 来拍卖啊，来好好的解释。刚才你说这个是每天用不能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拿来保温的，我们这边有2层，然后还有特别的功用，食物放进去，它能够保温6个小时。这些呢？这个偶尔拿来煮汤，偶尔，如果不是煮汤的话就是用这个跟另外一个这个拿来发面团。这发面粉好，这个呢？发面团有时候我一个人没有吃那么多，我就用这个来煮。这个我会换新的，因为这是拿来蒸包子。那这个呢？这是饭锅。这个呢？这是每天也用这个来低温炒食物的。低温炒食物，那下面这个呢？下面这是煮汤，煮隔夜的。刚才不是听讲这个可以煮汤吗？这是炖，慢慢可以炖隔夜的。来，炖隔夜。这有时候我们是一个人吃没有吃那么多。这个不是一个人吗？是，有时候要煮2样嘛，之后我还。这个是第3个人吃的。对不对？好 ，OK， 第3个，然后呢？这是以前我拿来做那个韩国卷蛋饼的。这个呢？哦，这个是做什么蛋饼？这个是做那个粿，然后做粿的。给晴来考你，记得吗？好，你问我记得。这个做什么？这个是煮汤的。没有，还有呢？还有一个功能。醒面团啊，醒面团的。问题第1样你都忘记了。哎 ，Grace 可以记得这么多，可见你是很会煮 ，OK。重点是需要这么多锅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些锅？怎么样来取舍？就是分常用跟不常用的。好，常用。比如说常用的，我们就是要拿一些可以有多功能的锅，比如说这个锅它又可以蒸，又可以煮，又可以醒面粉这样子。这个可以说可以醒面粉，可以蒸跟醒面粉。然后这2个醒面粉可以取舍一个吗？要取舍就取舍那个了。哇，你竟然可以取舍最大个的。因为这个是快点，不要给他机会想。OK， 因为这个是很贵的杠。
所以我们留一个大的，还有这个你要蒸啊也好什么，要留这2个。这边基本上这个是饭锅一个合理，这个是一个炖汤的合理，这个是所谓的焖炒合理。他家里好像是没有蒸锅是吗？是，我要换新的了，因为这个等一下已经坏了。重点就在这里，既然你讲换新，我们可以不用考虑直接丢掉好吗？反正你要买新的，来这个不用考虑。哎，又少掉了3个，太可惜了。好，来到这里呢，我把它拿前面给大家看看，这边就有3个，是不是应该取舍一个呢？来，你拿一个。取舍那个。好，马上决定啊，取舍那个。其实是一样的 size 的，我觉得。所以你决定把那个取舍的留这2个。我是觉得他选为什么？你看那个锅底要那个真的比较脏也比较黑，这个也比较干净。一路这样瘦下来，其实心里还是开心的。所以他只是针对那个海带不舍得丢，因为他觉得不想浪费钱。但他学东西蛮快的，而且讲真，你看那锅啊，一些所谓的不要吃的食物呢，其实他很快的把它丢掉跟它处理掉。这一点我倒觉得他学得很快，可喜。我为 Grace 设计的新厨房是用了现在的侘寂风。OK， 侘寂风也俗称 Wabi Sabi， 它给人一个比较平静朴实的感觉。而这个风格，我们用的色系会比较接近大自然，所以在这个设计里面，我就选择使用了米色。哇，这个风格有什么一些细节的元素吗？我用了木地板啊，一些花草，来点缀整个家。还有除了这个细节，我发现到你在配色方面呢，用了低饱和度的大地色，还有这面墙是 Grace 最喜欢的粉红色，这么有巧思，他一定会很喜欢的。Grace 小小的厨房呢，就需要容纳很多不同的功能，洗衣晾衣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 Grace 的个子比较娇小，也渐渐上了年纪了，所以晾衣服也比较麻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这边看电动晾衣架。好啊。哇，这里有很多款式哦。对啊，这些款式都有同样的一个功能。就是用遥控可以让它自动升降呀，所以这样的话 ，Grace 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它不需要把衣服晾上去呀。还有一个是，他们如果遇到障碍物，它会自动停止，这样它就可以很放心的使用了。很好啊，那今天我们要看哪一个款式呢？哦，在那边 Solar Pro。走吧，我们去看。在室内晾衣服，衣服会不会晾不干啊？这你就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电动晾衣架呢，它其实是有烘干跟风干的功能。即使外面是下雨的话呢，你还是能够晾衣服的。对，这个自动晾衣架吹出来的风很强，它可以临时搅碎到每一件衣服，让衣服均匀受热。这样的话，衣服就会容易干了。哦，Grace， 你来试试看它的那个风的力量，小心啊，不要被吹走啊。哇，是啊，有感觉到。不过我的厨房这么小，在里面晾衣服，衣服会不会充满油烟味呢？只要启动这个风干和烘干功能，这个系统就会自动释放出正离子和负离子。这个等离子技术一旦释放，它就可以帮忙隔绝尘螨，还有去除异味。Grace， 我知道你一向来都很注重你家人的健康，所以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衣服有异味或者是会过敏啦。那么这样烘干衣服，衣服会不会褪色变形 ？OK， 它的暖风温度最高60度，可以拿来烘干衣服，保证不褪色、不缩水。还有，如果比较细致的衣服你用它来烘干，我们可以开冷风把它风干。哦耶！所以这个电动晾衣架呢，解决了你的晾衣的问题。以后你晒衣呢就方便多了。那现在你要快点试一试，因为到时候是你用，不是谁用。哦，是，那快点教他一下，按下。哦。欢迎欢迎，来 Grace， 你好，所以你是大儿子，对，怎么称呼你？正言，正言是吗？正言，对，你好。你知道在这个家你们2个孩子是妈妈心目中的宝贝了，知道然后知道另外一个宝贝是什么吗？就是我妈妈了。还有就是她的厨房，因为她厨房是她的最重要的一个天地，对不对？妈妈，
8个星期没有看到厨房了，有什么心情？会紧张吗非常紧张，也非常期待。 ？OK， 那进来看吧。来，请进。来，看到吗？在还没有进去之前哈，我们已经做了一道门给你。之前是摆着门嘛，现在你看这个门多么方便，这样一开一推，请进。Hello， 哇，你一进来就看那个厨房，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2位出现。他很想看这个，很迫不及待用这个厨房，对不对？怎么样？什么感受？很惊喜，很开心，很惊讶，非常感谢。不错哎，你是怎么样做到这个效果的？因为讲真的，我一打开门，我就觉得厨房焕然一新。这个现在侘寂风本身颜色系是比较冷淡的，可是我用了比较暖的颜色，我选择了米色来做综合。还有地板，我也是选择用了木的地板，本来是木的颜料，可是我用了瓷砖 ，OK， 所以它比较耐用。我发现到这整个格局都变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OK， 因为之前的那个煮饭区跟洗碗区都是在后面，然后它的酱料区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现在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所以它洗碗煮饭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它可以这边拿酱料。说在这里，酱料在哪里？在这里。哦，在这里。所以去拿了酱料，这边煮饭，然后洗碗洗碟的在那个地方，中间它就可以准备那个食物，准备啊，放碗盘啊，对不对？是吗 ？OK， 你知不知道你身后有一个小小的惊喜？你的后面。身后啊。你转过去看一下。啊。哇。这边有一个 radio 哎，是。太好了。啊，这个是我们制作团队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因为妈妈每次呢在厨房都一定要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对不对？因为之前你挂在那边记得吗？就随便找一个钩，这样钩，随时掉下来插头乱插，现在摆放在这里多么漂亮，对不对？而且你一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开了，你不用走过去再开再听。是。然后除了这边的惊喜，其实还有很多惊喜的嘞，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不好？来，跟我过来。Grace， 有没有发现到这里的采光有没有比较亮？亮多了。因为之前的花盆全部是挂在窗口上面的所以那个阳光照不进来，所以导致这边会比较昏暗。所以现在我把那些盆栽挂在那个墙壁上了，采光就比较亮，而且那个盆栽移在这个角落，它比较整齐大方。而且我发现到你也用了这些木条，是有原因的吗？它的木条是放不一样的原材料，给它有不同的线条、不同的设计感。是，而且你还记得我头上这个吗？电动晾衣架。是我们那天去看的，对。谁没有把这个洗衣区都带过来这里了？洗衣服烘干机，所以如果没有用的话，我们就把它归纳收在里面，就比较整齐。然后这里你可以放你的衣服丢在里面，这样的衣服丢在里面。对，我觉得Samuel这一点是真的很细心的。刚才你说烧菜煮饭的地方就是让妈妈比较方便，洗衣也是一样所有的肮脏衣服是在左手边，然后只要伸手弄好了就丢进洗衣机，然后上面就是能够晒衣服。你针对这个洗衣东西是不是已经很方便了？方便，非常方便。对而且我发现到你今天穿的衣服跟汉伟大哥身后的这个墙壁一样颜色，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准备打卡？过去那边可以拍照。对，因为之前 Grace 有跟我说过，说他喜欢粉色，所以我其实在这里设计了一个设计墙，以粉色为主。还有这张椅子也是粉色的对啊，妈妈专用的然后这个桌子你不觉得有点小吗？如果妈妈常常说在这边擀面粉啊，做东西会不会太小？对，其实这个桌子我们是可以把它所以它这边可以坐了3个人，一家3口，对，4个人都可以。还有什么惊喜吗 ？Samuel， 这边还有一个晾碗的架子所以这个晾碗架子比较方便的地方是你不需要踮脚上去，你用手拉，它就可以把整个架子拉下来，方便了很多，对不对？对，是。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在这个厨房里面做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年来，你懂不懂？就是煮饭给我和弟弟对，3餐嘛，对不对？3餐他也有折衣服在这里折衣服是吗？还有什么东西？做他的面包听 radio 休息。还有呢？还有什么？其实他知道的东西也蛮多了。是，重点是你们有这么多年来有没有真正进来厨房陪妈妈一起做东西？是有一个时段，妈妈就一天跟我和弟弟说，你们2个就专心读书，家里的事情让我做。所以从那天起，他就叫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去读书了，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扛起
做家务的责任。真的对，我们真的也很感恩有这个妈妈。是的，这你妈妈真的很疼你们了，所以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懂不懂？对呀。好，多点进来帮妈妈擀面团、晒衣服、烧菜、煮饭，不只是在外面吃饭，懂吗？好了，说到这样子呢，就接下来呢就是要珊进来帮我们教你怎么样收纳东西了，好不好？我们请珊进来。珊，你知道妈妈一早起来到傍晚，对不对？长时间都在厨房里面的，所以今天真的要靠你了。以前真的不是厨房，今天要教什么叫做厨房，好不好？没问题。妈妈每天都要烧菜煮饭嘛，对不对？对所以你的这些酱料是不能缺少的。以前怎么摆放？很随意放在台面上，做到哪里就放到哪里。真的是坏习惯，这样不好，肮脏乱七八糟，有时找东西又找不到，对不对？小妹已经给你设计了这个专门放酱料的一个橱柜如果妈妈给你的话，你会怎么摆放？我好像看不懂哎。你试试看，以你的习惯，可能你觉得这个我常用的这个什么什么。OK， 如果给我讲真的，我也可能会这样放，因为这个比较深嘛，我会放比较大罐的。OK， 大概好，不用全部。有点担心啊，不要小心，不要小心，不要小心哦。这样我就是说我是有点担心，因为 OK 好了，我看你是不会的，来了，珊教你，要不然的话，还好这个是 plastic， 如果玻璃早都打破了。来，珊。OK， 因为格子的设计关系这整个柜子都是放水状的。然后颗粒状的我们再另外放。那我们必须先把它分类。对。说妈妈分好了，好。中间这一层是比较深，我们可以放大瓶。然后比较小瓶的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是玻璃状，这个是塑料的，这个比较重。对吗？比较重的就要放下面，可以稍微轻一点的都可以放上面，或者是小个一点的都可以放上面。比如说你这个油嘛，油你会常常用，比如说它这个油一个洞是给你可以超过这样子。然后请问这些好像粉状颗粒状的这些固体的不应该放在这里对吗？因为液体跟固体的话会吸收它的湿气嘛，所以尽量就不要跟它放在一起。所以这里就是所有什么液体的。对。那请问这些要放在哪里？不要跟我讲放在桌面上哎。没有可能啦。这不可能但是你好放心。 OK， 好，有放心。然后有法宝。有法宝。这些都是比较小的瓶子，对吗？为什么用这小瓶子？什么意思？不太明白。而且瓶子从哪里来的？这个瓶子是以前有装东西的，吃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洗干净，循环使用，对，就不要把它浪费。只有用玻璃的才可以，就是至少不要用那些塑料的，对吗？因为塑料会影响到里面的那些质地。我们先分装一下这些，因为你看到这个盖子其实它不是密封的，开始可能还是蛮密封的，慢慢它就开始松开了。而且我们倒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锅水嘛，或者是有水汽，对吗？你把它倒，它逐渐的话，这些洞都会被塞掉了，因为有水汽，然后会影响到里面的胡椒粉。所以就想说要把这胡椒粉拿掉，放在别的这个容器里面。对啊。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盖上去之后今天有新的法宝，就是用笔把它写下来吗？妈妈，如果给你写，你会写什么？我写胡椒粉。还有呢？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对呀，那个非常重要，除了胡椒粉有效期啊。所以妈妈是懂的。请问您的哪个位置会比较好呢？如果把它贴在旁边的话，我们拿下来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放的话呢，到时候会很多瓶嘛，可能你每一瓶还拿出来看，拿出来看。对。那如果在上面你马上可以看到，你就直接拿出来。好，现在我们先处理就是刀叉啦、筷子那些是吧？这些餐具呢，我们要分煮饭用的跟吃饭用的餐具。厨具呢，我们要分类了之后放在收纳盒里面。摆放收纳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中间隔一些空间，在这里也可以摆放一些厨具，这样就会减少收纳盒的用量哦。餐具我们分类好了之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可拼接的收纳盒子里面，这样才会更好的利用抽屉里的空间。珊娜，每一个家里厨房都一定有锅啦、焖锅啦、慢煮锅啦、什么砂锅锅一大堆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 ？OK， 因为砂锅还有这个电子锅，它
它体积比较大，然后又比较重。明白。老年人如果要拿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到最底层。所以你上面你建议是放砂锅跟那些电子锅。对，比较重的东西可以直接这样子拿出来就行了。哦OK， 现在来到了就收纳这个干粮还有米的环节。新加坡的天气很潮湿，所以我们开封过的不可以这样子夹住。如果在国外的话，那种有4季的话，冬天的国家对，就没有那么潮湿。可是新加坡真的非常非常潮湿，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湿气会跑进去。OK， 好。所以我们先把开封过的留这边，还没有开封过的我们放到另外一边，好不好？ OK。开封过的东西呢，我们就要把它分装在密封的盒子里面，而且也是透明的容器，这样可以容易找到自己所需的干粮，然后也方便查看剩下的数量。所以就是基本上像刚才一样啊，就是像胡椒粉这样放了以后呢，在外面再写它的种类跟它的过期的时间了。对，过期。放进去，等一下我们才会记得。要不然到时候你都不懂这是什么。OK， 好了，这些所谓的一些干粮已经处理好了，现在是我们要处理的是米，对不对？对。你这边有3包米。我们米的话就要放在这种密封的盒子里面，因为新加坡湿度跟温度也是很高的，所以米虫很容易就腐化了。Grace 有很多种米，这个分量是 OK 的吗？还是你觉得不应该买那么多？只要买最多是1个月吃的分量。然后为了避免它的那个米虫生长我有秘密武器辣椒啊，可以放小辣椒、丁香或者是干燥剂。米虫是非常讨厌香料的味道。现在呢，这些是已经放在容器里面了哈，整齐漂亮。对呀，整齐的时候看着特别开心的。对。Grace，下一步你要做什么？收进我们的橱柜。错，少了一步。刚才学了，现在这样快就忘记了，为什么把这些包装纸放里面？要注明。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米吗？糙米。糙米很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有效日期到什么时候啊？5月2026年。这个是米的部分。那请问我们这个是放在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我们要放在这个。放在这个位置比较好。这样放在下面的话呢，请问我们那个纸条应该写在上面还是下面？写在上面呢。OK 了，厉害了。看了都开心哎，烧起菜来的心情特别愉快，对不对？煮的特别，你看整整齐齐，看了都开心了，对不对？对。好，这个是所谓放在容器也开过的。那现在你说要处理另外一批，就是还没有开封过的，没有开封过，如果给你会怎么处理？没有开封过就放在最下面的。请问他决定放在最后一个是对的吗？是对的。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拉出来比较容易看嘛，而且它是很少才会去拿的。所以可以放在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地方，容易拿到的地方就是伸手可得的地方。所以你觉得他这样直接放上是对的，对不对？这个是包装的，是比较扁平的，然后这个是比较厚的嘛，对吧？这个也是这个米这个米已经过期2023年了。这个米封密着嘛，就没有米虫在里头。那么接下来以后就不要买来囤了。我们的节目宗旨真的是要教大家都知道，不管任何东西只要过期，我们都不要留下来。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学到这一点，好不好？我知道你很不舍得，但是我觉得不要为了这2包米影响家人的心。以后就不要囤放了。真的不要。好了，跟他讲拜拜。好了，拜拜了。拜拜了哈，拜。好，这一路来走来，你真的不容易的，一手带大他们2个孩子，每天7早8早就在这个厨房做早餐、午餐、晚餐给他们吃的。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制作团队教会了你怎么样收纳东西，给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厨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懂得怎么维持嘞。这样才能够让家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我是觉得 Grace， 你不要因为这些小小的坏习惯呢，而导致到你的苦心被白费掉。你一定要好好的维持这整个厨房，因为到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回来突击检查的。那如果你没有过关的话呢，我们就把你厨房里的东西全部都搬掉。我对你有信心，看你怎么照顾你的孩子，照顾那么好了，肯定可以维持得很好的。加油！加油！加油！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My, how we've blossomed, how we've grown. Through the trees and over hills, we found a valley where the sunshine glows.
加减乘除教会我收纳，断舍离是要用对的方法，把自己本身不需要的东西捐出去，或者一些已经不能够使用的东西就把它丢弃吧，不要占空间。有了新的厨房，更方便我煮3餐给孩子们吃，我也可以做我喜欢做的饺子和包子，跟我的亲戚朋友们分享。以前我们的厨房是有一点黑乎乎的感觉，现在有了新的厨房，希望妈妈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为我和弟弟煮饭，开始这个人生新的篇章。This place,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